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呢，房价在走下坡路，也就是呢，整体的这个房价是下跌的。但是呢，我们去售楼处买房子的时候，你发现呢，很多房子仍然没有降价。于是呢，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既然呢给了开发商3道红线，开发商呢是需要降低自己债务，要自救的。但是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不把自己的楼盘降价出售，然后呢达到快速回本的目的，这样呢企业也能够存活？今天呢就这个话题来跟大家讨论一下，主要呢是由以下3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即使开发商降价，也不一定有人买。那我们买房子呢，一直都是买涨不买跌。过去我们看售楼处为什么这么火爆，一方面的原因呢，是开发商为了营造一种呢销售火爆的氛围，可能呢会请很多房托或者是演员来演，让真正的刚需呢造成一种恐慌，让他们赶紧交定金买房子。但是这招到现在呢已经不好使了，因为大家呢变得非常的理性。那么现在开发商呢，即使想要降价，也没有多少人买。在过去我们看几个销售的黄金时候比如我们所说的金3银4、金9银10包括呢这个夏天孩子呢高考放假以后，家长们呢都会买房子。那么那个时候呢，如果开发商说这个时间节点过了，我要涨每平方500块钱，可能很多人马上就要去买房子。因为同样一套房子呢，你可能会花很多钱。比如说这个房价呢是1万块钱一平方，你买一个100平方的房子呢就是100万块钱。但如果每平方上涨500块钱的话，那么这一套房子呢又增加了5万块钱。但是很多人的收入呢一直保持稳定，那么这5万呢可能会需要花大半年的时间才能挣回来，所以很多人呢就赶紧买了房子。但是人们对于房价下降是有所期待的，他觉得呢这个没有头，我只有呢一直等，等到它降到底。所以呢当房价下降的时候，大家呢基本上都是观望。那我们可以看呢这2年也是这么一个情况。19年的时候呢房价还是在高涨，到了2020年呢就达到了顶峰。2021年呢，由于这个房住不炒的调控情况呢有所缓解，但是呢这个时候很多人呢是不愿意买房子的，因为呢他不知道这个房子降价降到什么时候才合适呢去买房子。所以呢同样的道理，开发商也知道，那么即使降价呢，这个房子大概率呢也是卖不出去的，所以呢就直接不降价，维持现状就好。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政策不允许。我不知道呢大家知不知道，去年呢出台了这个限跌令。这个限跌令呢主要是针对开发商所建的新房，二手房是没有影响的。二手房呢之前出台过这个二手房官方指导价。为什么要给开发商出限跌令？就是因为呢在2020年的年底给了开发商3道红线，其中呢就要求这个开发商必须呢降低自身的这个债务到呢100%以内。很多开发商发现自己的债务呢已经资不抵债了，很多呢都已经超过了100%，甚至达到了200%。那么开发商想要去解决这些事情怎么办？他第一个事情就想到的是找银行借钱，但是对不起，又给了银行的2道红线。如果开发商不能够降低呢自身的债务，那也是呢找银行借不到钱的，它是有一个标准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开发商只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呢他自己名下还有很多这样的楼盘，有房产，我就降价去卖。但是这样就存在一个恶性竞争一个地区呢或者一个区域会有很多的开发商，只要有一个开发商开始降，大家呢都开始降，降价是没有底线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开发商我总成本呢是1000块钱每平方，那么我现在卖的这个售价呢是3000块钱每平方。那如果呢我想快速的回笼资金，可能现在我就要降到2000块钱每平方。但是同一区域另外一个开发商呢看见以后，他可能会降到1900，那么这个开发商呢就会降到1800，甚至呢1400、1300。总之只要有一点利润就可以了，只要能够钱马上回来就可以了。但是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打乱了一个区域或者一个城市的房价平衡。为什么很多人愿意买房子？过去20年都是如此，就是因为呢房子是一个安全的蓄水池。那么如果
果恶性竞争的话，那么对于开发商来讲是一个灾难，对地方经济来说是一个灾难，对于老百姓买房也是一个灾难。那结合呢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点，到最后开发商只有赔本去卖房子，也不见得呢有老百姓去买房子。所以呢去年就出台了这个限跌令啊，不光是有限跌令，也还有呢限涨令。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呢，你开发商卖房子有一个备案的价格，不管你是上涨还是下降，都不能超过呢这个基数的15%。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维持了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区域的房价稳定。还有呢，第三个原因就是呢，老业主也不允许降价。为什么我们之前看过很多这个房闹，或者说呢业主集体维权啊，就是因为开发商恶意降价造成的。那么造成了这种结果以后呢，老业主是不乐意的。比如说呢，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啊，之前呢这个一个非常出名的开发商在我们这边呢建的房子，当时呢就冲着这个开发商品牌大、实力强、质量过硬，于是呢在那里买了房子。当时呢我的朋友花的是15000块钱每平方买的公寓。那这种公寓呢可以住人啊，也可以呢作为出租。总之呢从长远角度来看呢是有一定收益的。但是仅仅过了1年以后，也就是在2021年，那么给了开发商3道红线，直接呢这种开发商爆雷了啊，危机很大。那怎么办呢？他就把这里的剩下的没有卖的公寓进行打折促销。之前呢卖15000，现在只要6800块钱每平方。当时呢一夜之间有很多的这个购房者涌入这个售楼处大厅，赶紧交钱买房子。那么老业主在第二天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呢，大家心里面是非常不舒服的，于是呢集体在这里维权。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房价和1年前比几乎是腰斩。也就是说，同样一套房子，你前1年花50万买，现在只需要25万。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大家的身上，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接受。所以说呢，从这几个方面总结来看的话呢，开发商不是不想降价，开发商呢也不是不想回笼资金，也不是呢不想长远的发展，只不过在这几种情况下是不允许开发商这样降价的。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